这个版本很多 OP 的英雄啊，比方说吕布、叶娜、小青。那么我在单排之中会用什么英雄来去 counter 他们，把他们压着来打呢？没错，就是我们的牛爸爸很喜欢用的赞尼尔。这一次直接扛了30多%输出，不断的限制对面的吕布，把他不断的给狂杀还拎死。到底该怎么做到？最新版的出装奥义魔纹，他打什么英雄该克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所克呢？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吕布在凯撒路想要打我们2技能1技能不断的控，不断的打他开启无敌战神，马上我们没有技能就不要给他给吸血了，有技能的时候回手一炸就把你给收掉，有个小夸克我们直接原地跳给圈到了吧，小兄弟把你给收掉，赵云想赶过来也被我们直接给回包。看到对面的吕布，哇，无敌战神真的是无敌吗？并不是，小兄弟，而且控你一个逃不掉，把你给收掉。看到对面马将一炸，哇，跟这个阿塔完美的搭配，再来个原地的绅士降临毫发无伤兽跳山。那么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窝，这次带来的是赞尼尔凯撒路单排的实战解说。我们用赞尼尔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吕布啊，你对吕布呢，你用什么英雄？比方说啊，你用佛罗伦啊，用叶娜也好，用小青也好。这些呢，就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在这个版本很夯的凯撒路角色，其实对上吕布都是五五波，唯独是我们的这位赞尼尔呢，他打不穿第一啊，第二呢，你的2技能可以很好的医治吕布的输出。这里看到阿塔已经很残，而这一波很可以打，马上一个绅士降临。来一炸，把对面马家呢就拿下。中路选择下来没有补上路线的话，我们必须马上呢就回城，回到我们上路这一波线。而这里呢，我们呢可以看到，其实你玩一个赞尼尔，你跟吕布拼的是你比他还要高的跑线支援速度，再加上你吕布啊。你再出了天宠云也好啊，你出龙骨也好啊，怎么都是打不穿赞尼尔的，那这就使得吕布很头痛了。不单只是吕布，有很多英雄啊，比方说叶娜也好，小青也好，对上赞尼尔也只是能够乖乖的跟他打上100年，而且你赞尼尔一个神使降临，能让队友的团战打得很好。吕布也赶不上啊，只能乖乖的等待你的他的下一波兵线到，而下一波兵线到了之后呢，说不定小兄弟已经帮你补了线，又或者是你自己已经回得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英雄来说都是很难打的一个存在。看到想要偷野的这位小兄弟。我们呢马上追他，而吕布这个时间点呢，他想要去保护自家的打野啊，西密马森啊，这位小兄弟把你就拿下了。赞尼尔这个英雄最大的特点，除了他的神使降临以外呢，还有他的坦度越高，血量越高，他的整个攻击力也是越高，护盾也会很大。那如果对上什么英雄你不要出他呢最后我们就会分析他搭什么英雄克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所克。那这里我们也刚刚也说了他到底克什么英雄呢？刚刚我说了几个吕布然后小青叶娜这些呢都是打不穿我们赞尼尔了。那我们这里呢，看到对面马家不断的控他，不断的控吕布呢，我们用一波很好的团战换掉对面3位人头3个的人头，那也会把上下路的外塔做一个交换。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这里的上塔我们
呢，其实大可以不需要交换了。虽然我们是很赚了，有把3个人头收了，再加一个塔，而对面只是拿了一个塔一个人头，那可是的话，其实真的也不需要掉的这个塔啊。如果中路的话呢，5个线就可以了啊。开启无敌战神呢，想砍我们的罗尔，而我们罗尔呢，其实这个水点是没有蓝量的，只是吓唬一下对面。在出装方面呢，对到吕布，我们呢会出一个魔防鞋，而不是雾防鞋，为的就是呢免除他的控制。他的控制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难搞的啊。如果他控的第一技能的第3段控那么的久，你有一个韧性的话，他没有控的那么久你又可以用你的一技能又刷起来控制你的时间，你不能够有护盾，那就麻烦；也不能够神使降临，那就更不好。你看这里，他越打我们，怎么是他开启无敌战神，还是不断的被我们这么的打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出一个火甲，再来手神使降临降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打野身上，这个达尔西在不断的打，把2位收掉之后，不断的去反杀对面赵云这里呢，这个小兄弟封自己的退路没所谓。那我们呢，刚刚说到为什么要出火甲？对于火甲来说，我们战尼尔本来整理兵线的速度不会很快不慢，可是也不是说很快。那所以呢，一个火甲可以很好的让我们打线的战尼尔呢整理好兵线，马上去做支援。又看到吕布想要打了我们2技能先逃离对面塔的攻击。哎呀，我们的1技能能不能够准时呢？果然是可以啦。当然我们就不断的跟他蛇皮走位。而对到吕布很注意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里我们角神使降临是为了，如果吕布看得到我们的动向的话，追得上的话而我们大西小兄弟如果没秀起来，那我们就完了2位被收掉。那我们刚刚说嘛，为什么对到吕布，你用他用无敌战神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马上就不要跟他先打无敌战神是有时间的，他原本残血你就先跟他耗一下他要开启无敌战神，他要打的话不要管他让他不断的自己去打，可是不要让他命中，不然的话他血吸回来，你又要再去消耗了，就比较麻烦。等他无敌战神完了那再跟他打，除非有足够的把握可以秒了他，或者是一大堆人集火他。这里呢，像我们刚刚说的，一大堆人集火他，就不用怕他无敌战神了，并不无敌这里把他人头给拿下。上路有兵线不用管了，不用管去补兵线，反而是可以把马甲给收掉，再来一手大招那么多小兄弟要很注意的是，你神使降临，即便被对面有控到，你大家的血量还是会在圈里有给回到起来的，所以不太用怕。哎呀，刚刚到底有没有这个血量呢？就是到底有没有回起来不用怕了算好时间就可以。这里看到我们达尔西不妙，马上一个神使降临把对面的夸克给秒了。而对到勇呢，其实他们候选的勇和赵云呢都是拿来 counter 这个战尼尔的，在打团战的时候，所以呢优先把他们给秒了就行了这个就是怎么应对打真伤的英雄，把他先给秒了那他没有了，那他才怎么打真伤嘛，对不对嘛？对不对就是这样了。那我们呢就说一下之后的出装呢，这一次我们出了火甲之后就可以出一个冰袍。冰袍这个装备呢，第一血量当然对我们很有用，第二是冷却。那这2个属性对于我们的战尼尔来说呢，都是很有用的一个装备。再加上战尼尔这个人，这个英雄呢，战尼尔这个英雄呢，他留人的能力并不是说超级的好，所以呢，你加一个冰袍的话呢，也是很可以的一个选择，怎么打都打不死一个战尼尔再来原地跳一跳我们原地跳竟然能够摸到篮筐然后把对面的吕布给拿下。这个时候呢，把对面3位英雄，我们回血帮队友呢，就把他们全部给拿下，猜一下上塔再说一下呢，之后
我们会出一个反甲还有仙灵，这2个都是提高我们赞尼尔极限的坦度。我们来回城看一下对面的赵云呢，他想要拆塔，我们来补我们有神使降临，所以可以这么做然后呢，我们最后出一个岩盾，最大化自己的防御力坦度极限，超级极限的。无敌战神又想砍了我们先把兵线弄好，然后他想断兵线没有用不断的控你，把你人头给拿下。最后这位小兄弟差一点我们就被他给困住了没所谓。那他适合搭什么英雄他很适合搭罗尔还有金娜。那他会被呢马洛斯还有竟然是朗波，因为呢我们这个赞尼尔大招呢尽量都是跟一大堆队友在一起，而拥有范围控制的我们的朗波呢可以强行开团还有控制呢敌人的后撤都有很好的效果。那他压制什么英雄呢？刚刚已经在片中段有说了。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次拿到了30多%的一个扛伤。我是Matim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